会往海外移，当然跟整个地缘政治是有关系，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尤其最近这个所谓的可能关税的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很重要就是你的知识要累积，你的知识然后你的人员培训要有效率。那因为尤其就是像东南亚不是同文同种的那语言沟通上是很微，所以要尽可能的把这个因素降低的话，其实大语言模型可以做到的。就我刚刚讲的知识管理，如果你都累积起来，你可以透过它就可以在其他地区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快速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找到说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之前在其他地区的厂区就有，那它可以很快速就，甚至它会帮你总结一个说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可以节省你很多。就是说你刚开始把那个厂建起来的时候遇到的生产上遇到的问题，就可以很快的被处理掉，就省下你很多的时间。那第二个培训的部分，那它也可以做这个人员培训的部分，那就像它可以结合，就是除了大语言模型，在像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所谓1.0的部分，那人员上岗的时候，我希望他有一个考核，所以透过这个所谓的1.0这个影像的方式，他去比如说考核他的动作，就像新人训练完，我们要做一个考核，这个考核以往都是用人去看说你今天这个动作标不标准，可不可以因为这样，那你训练完可不可以上线？那用人去考，那人的话就不是那么客观公正。对，那所以呢，如果你是用所谓的AI 的方式来判，那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它就是你就是标准不标准，标准设定的，它就是只有达标跟不达标，所以这个可以用电脑这个所谓的视觉的这个 AI 1.0的技术，可以做到这个员工培训的部分。那这个是动作的部分的影像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知识技能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所谓的 LN， 它我们内部也有在进行，就是虚拟专家的这个部分。那就刚刚讲的那你如果说那个语言讲不通，但是它可以透过虚拟专家，然后大语言模型回答它，不用一个老师傅在旁边，就是等同于一个老师傅，但是它不是一个真人在你旁边。所以第一个人力上你会比较节省。那第二个，那些隔阂的话，因为你可以做好语言的翻译的话，其实基本上它透过这个虚拟专家可以做。所以这大语言模型它也是会拿来做所谓的 virtual 的 expert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这里面。虚拟专家是专门运用给海外工厂的管理？其实没有，但是就是都可以用。那我们它还分例说研发端的或是制造端，那这个 expert 在研发端跟制造端的所要具备的那个 knowledge 其实就不尽相同。那海外端其实也是可以用，但是就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现在有很多资源多国语言，所以它也可以用当地的语言去，它可以理解你用当地语言问的问题，所以用当地语言根据资料用当地语言的方式回答你。对，等于说今天在我到各个厂区都会有一个主管级的人物存在，我可以随时问我要的问题。对，应该说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中国人讲那个师傅带徒弟那时候是真的就是一个师傅一个小徒弟在旁边嘛，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可以手把手教你，但是这样子的话，你的能力上其实就会比较花比较多的人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有了那这个虚拟专家24小时你都可以问啊，对，所以也不用一直有人站在你旁边，然后你有问题的时候才能问。哇，那完全是把老师傅的经验。对，所以我就讲这个知识的这个累积就很重要。那如果你的知识累积不够多，那个 virtual expert 其实也很难回答到你想要的问题。所以累积这个所谓的资料部分，那这个资料部分就是你要把过往的资料做一个有效的处理，所以我们叫做高品质的一个整个资料处理，然后模型可能要训练。就是针对用这些高品质的资料去做完训练，那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有经验的一个老师傅。我们厂区除了台湾地区的话，像海外都有，那不管是对岸或是东南亚，其实都有厂区。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些厂区都会产生很大的资料数据。那我没办法把它，就是如果每一个厂区的资料都是锁在自己厂区里面，我们叫它那个叫什么？就谷仓效应
那个叫 data silo 的那个效应，就是他的资料就是放在他自己里面，那资料别人没办法参考。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如果资料只有你自己的，那你有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可能又不足以替你解决问题。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些资料，但是如果你把所有厂区资料能够汇整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你从那里面能够萃取到的，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外情呢，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资料能够汇集在一起，就在那个所谓的我们有一个在这个所谓的大数据 Big Data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 Data Lake 这样的一个概念，所有的数据都要能够汇集在一起。那需要用的人就来这一个 Data Lake 里面都可以取得到数据，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今天台湾厂区出厂的产品，如果今天转到东南亚的工厂，那不能说转到东南亚工厂做出来的品质就跟这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所以任何一家专业的这个所谓的 EMS 公司，不管你在哪一个工厂生产，例如说同样的产品，只是例如说可能它第一批在台湾厂生产，第二批在越南厂生产的品质要是一样的，那如果做到这个所谓的质量的一个控制跟一致性，其实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找出说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因为转场的时候一些小地方，那个小地方可能不是很容易就看出来，但是如果你把整个数据摊开来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但是要把整个数据摊开来看的这个数据量其实是很大，所以这时候就必须借用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让你在不同厂区能产出的产品的品质是维持一致的。对，这个是大语言模型会在这两个地方的排除数据孤岛这件事情，对，然后各地生产品质的一致性，对， LM 可以做到这2点。